你敢相信吗？眼前这个男人签到就得到祖龙精血，直接开启传说中的12重天。天地间，久为极，独断万古荒天地也才开启10洞天。而在另外一个洞天内，一只金麒麟盘坐其中，是由一滴圣麒麟精血蕴含而成的麒麟之灵。这次的运气不错啊，18年了，可真快啊！逗逼本是蓝星人，意外穿越到苍天大陆这个世界，强者夭有9天，寿元1万载。逗逼刚穿越所在城池就被人毁，好在逗逼觉醒系统，签到巨骨远恒体活了下来。一位师弟老师发现逗逼体质，自认不够格当其师尊，于是代师收徒，收其为师弟。窦13也因此来到靠山宗。系统调出个人面板，姓名窦13，体质亘古永恒体，大道天体，修为小圣9重天。小圣境，这修为有点低了，还是安稳的苟着修炼吧。师兄，你怎么来了？好久没见你了，趁着这次闭关之前的时间来看看你。师兄又要闭关，你这10几年来不是一直都在闭关吗？这次不同，伟兄感觉自己寿元将近，要是再不想办法突破到圣境，恐怕真的没几年好活的了。姓名神机子，真实修为圣王境9重，表面修为法相境9重。我靠你个老六，居然连我这个师弟都瞒着，还口口声声说自己要突破圣境，结果居然是准弟，你还真深谙留一手之精髓啊！师弟怎么用这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只怪为兄资质太差，到了如今这般年纪才望到圣境门槛。小师弟啊，为兄就是来跟你道个别，说不定这就是你我师兄弟最后一次见面了。师兄此话什么意思？难道冲击圣境还有什么危险不成？这是自然，因为要面对成圣天劫嘛，就算是师兄我也没把握扛得住啊。对了，为兄前段时间灵光乍现，断道在艳阳城有一位能助我极道宗走向辉煌的天才，不过我真的不幸陨落在天劫之下，以后带领极道宗的任务就要落在他的身上了。来，这个任务是要交托到你的身上的，要不你……师兄，我明白了，我这就去寻到那个人，将他带回极道宗，让他完成振兴宗门的任务。检测到新的签到地点燕阳城楚家，签到有丰厚奖励。签到地点，这还是第一次啊！那就有劳师弟了。师兄，你这成圣天劫师弟，我也没什么能帮的，就只能将这枚人参果就送给师兄，助你一臂之力了。人参果，这真的是人参果。师兄，你这老六当的可不怎么合格啊！传说人参果树乃是上古不死仙药，上面结出人参果，拥有让人活出第二世的神奇力量，乃是古之大帝都苦苦追寻之物啊！师弟，你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师兄不必震惊，只不过是机缘巧合罢了。这一波是真的被你装到了。师弟，此物你真的给我？我现在才10几岁，又用不到这种东西。再说了，你是我师兄啊，有好东西不给你给谁？哈哈哈，说的有理，不枉我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喂大。既然如此，此物我就收下了。道友请留步，这里难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阁下难道是从外面来的？是啊，初次来到艳阳城。哎，你不该在这个时候来艳阳城啊！这又是为啥呀？你难道没看到城门口出2个身穿红色衣服的人？看到了，但他们也没有阻止我进城啊。他们当然不会阻止你进城了，他们巴不得进来更多人。那2人是血煞宗长老，而他们看守在那里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城内人员出逃。据说是城主府楚家公子楚灵灵在外历练时杀了邪修，结果这个邪修居然是血煞宗少宗主，这下可算是捅了娄子了。血煞宗前来要人，要么今晚之前交出楚凌云，要么就让我们整个燕阳城为他陪葬了。血煞宗古云州有这个宗门吗？而且动不动就屠城，这脾气有点暴躁啊。算了，先去楚家看看。城主，现在外面汇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守卫恐怕支撑不了太久了。我知道了，你退下吧。终于还是走到这一步了吗？虽然会愧对全城100万人，但我楚镇山绝不会将我的儿子交给那些邪宗。爹，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祸既然是孩儿闯出的，自然由孩儿一力承担。你怎么出来了？快回去，此事为父会处理妥当的。怎么处理？爹难道就是想将我暗中送走，然后让100万人为我而死？闭嘴！你太年轻了，真以为把你拱手送出去，血煞宗的人就会放过我们燕阳城吗？我让你走，不过是为我们燕阳城留下一缕火种而已。等到他日你修炼有成，再去找血煞宗的贼人复仇。我知道爹的意思，也知道他们邪道宗门的行事手段，但纵然如此，我宁可与整个城市一同死亡，也不愿独自苟活于世。你个榆木脑袋，如果连你都死了，将来谁为我们报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你爹说的挺有道理的，你听到没有？连其他人都觉得为父说的挺有道理。你是谁？对方能悄无声息间出现在这里，而且我没有丝毫察觉，实力绝对远超于我。是星轮境还是月轮境，又或者更高？
检测到宿主已到达新的签到地点，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仙级灵根混沌悟道茶。仙级灵根混沌悟道茶，没想到在一个小小艳阳城签到，居然能得到这种好东西，这一次真的是来值了啊！前辈，靠山宗前辈，阴阳城楚镇山拜见前辈。说吧，血杀宗是个怎么回事？回禀前辈，血煞宗是前不久出现的一个邪道宗门，他们以吸收修士血液为修炼手段，之前一段时间曾屠杀过数个几十万人口的小城。你们就没有向管辖艳阳城的宗门汇报此事吗？汇报了，但是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是哪个宗门负责的艳阳城？问心宗。问心宗就是古云州排名第2，仅次于我靠山宗的势力。正是。行，本座知道了。姓名楚凌云，体质九阳至尊体，真实修为开脉境28条，资质大地之资。居然有大地之资，师兄，你的占卜推演一道果然厉害啊！小伙，你与我靠山宗有缘，此次我便是来带你入靠山宗，你可愿意随本座离开？这晚辈自然愿意，只是我知道你在担忧什么，此事本座会处理妥当。那个血杀宗位于什么地方？你指个方向。位于万丈崖。行，本座便亲自走一趟。嘿嘿，小子，艳阳城只许进不许出幽，你还是乖乖的滚回去吧。姓名唐辉，体质无，真实修为星文境2重。我只是路过这个城市而已，又不是这里的人，这个城市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姐，本来跟你是没有关系，但你进了艳阳城，那便有关系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滚回去吧。本來我想和你們好好說話，結果非得讓我動手。燃血，他奶奶的，老子是遇到顶级老六了。手環，還真是邪道宗門，根本就沒有打算放過燕陽城。既然如此，那就沒必要存在了。血煞宗2位星轮境长老被人轻易灭杀了，快去禀报城主。好家伙，居然將宗門建立在崖底，不愧是邪道宗門，居然都不敢見人的。他們敢做出屠城之事，背後必然有所依仗，所以還是不能浪。如果對方真的有人能從烈聖劍陣中殺出來，那我就再賞他準第一擊。如果這還弄不死對方，那我直接撕裂虛空離開，然後再以3張遁空符分別打向3個方向，迷惑對手，而自己則以靈隱沙隱藏身形。不愧是血灵神族赐下的功法，本来依靠我的资质终身都难以踏入道轮境，但现在不仅成功走到了这一步，而且只要有足够的修士血液，就算是更上一步的法相境甚至是圣境，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不过区一个艳阳城修士的血液还是不够我踏入法相境，毕竟他们的修为太低了，气血也不够。不行，这次要多屠杀几个城市才行，或者覆灭几个小宗门也是可以的。怎么了？难道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不行，我得去外面看看是否有什么危险。是谁？难道是问心宗？不可能啊！问心宗我们已经打电过了。谁？到底是谁在算计我们血煞宗？有本事滚出来！藏头露尾算什么本事？快，开启传送！为什么会这样？應該是死絕了吧。檢測到宿主已到達新的簽到地點，獲得仙器歲月仙殿。歲月仙殿封体由岁月石打造而成，这种石头拥有延缓岁月流逝的作用。许多寿命走到尽头的大修士们都會將自己葬在夹雜着歲月石的光果中，以此延緩壽命的流逝，留作所在勢力的底蘊。可惜寶物雖好，但對我無用。到時候直接給靠山中那些底蘊們換個環境吧。前輩，血煞宗已經不存在了。多謝前輩。現在你的心事應該已經了了吧？多謝前輩出手解燕陽城之危，晚輩願意隨前輩前往靠山宗。
前辈，现在天色已晚，不如就在燕阳城休息一晚吧。也好。出來一趟，不僅為宗門收穫一個大帝之資的弟子，還得到了仙氣、歲月仙殿和仙級靈根、混沌悟道茶，簡直賺大了。我怎麼感覺在其他地方簽到的獎勵好像更好啊？走吧，我帶你直接去見宗主。但憑前輩做主。南書明拜見小師叔，小師叔大駕光臨，不知有何指教？這是我師兄發現的弟子，我剛從外面帶了回來。你和其他8個小家伙們商量一下，看看誰將他收為弟子吧。老祖發現的弟子，小師叔不知他是什麼資質，如果可以的話，我就自己直接收了。九陽至尊體？什麼九陽至尊體？九陽至尊體，我嗎？小師叔，這個我能不能直接收了他？還是你們幾個人商量一下吧，免得到時候他們又越我偏心。好吧。行了，你們自己慢慢商量吧，我要繼續出去歷練一番。歷練？這位小師叔這麼狗的性格，居然會外出歷練。小師叔，我終於找到你了。小黎，一段時間不見，我們小黎真的長得越發漂亮可愛了。謝謝小師叔誇獎。你找我什麼事情啊？我想讓小師叔指導我修煉。指導修煉這種事讓你爹來就行。聖境大佬有什麼不能指導的？留一手作為靠山中亙古不變之宗旨，真是被你們玩的明明白白。他不會，我要小師叔指導我極盡修煉之法。我可是知道你開了108條脈，好不容易逮到你，怎麼可能輕易放過？極境。姓名藍小黎，體質玄元冰體，真實修為開脈徑81條，表面修為明靈境9重。就連開脈境都懂得留一手，不愧是宗主的女兒，深得我靠山中真傳啊！那等我回來再說吧。外出歷練，小師叔帶着我好不好嗎？我要去歷練的地方比較危險。先，小師叔你也就年長我幾歲，修為能比我高到哪裏去？你能去的地方能有什麼危險？小黎不得無禮。放心吧，等小師叔我回來時，給你買幾串冰糖葫蘆。這輩分屬實有點混亂。如果真按照輩分來說，他幾乎是我們靠山宗輩分最高的人，就連祖地中的那些埋着的老祖們，見了面都得稱呼他一聲師叔祖。不過是他嫌那樣聽起來太老，所以才讓我們所有人稱呼他為小師叔罷了。聽說第一老祖帶回了個天才，在哪兒呢？一座血色大陣莫名地籠罩了整個城市，就像一個半球倒扣在了無極城之上，將所有人籠罩了進去。有修士想要飛出大陣，但那血色大陣就像一張火色，突然將接觸的修士都吞入大陣之中，化為了血水。幾百萬人口啊！不枉我們花費這麼長時間布置這座封天煉獄大陣，這下終於可以飽餐一頓了。雖說修為都不怎麼高，但數量還不少，剛出來就遇到這樣的饕餮盛宴，還算不錯。來者何人？這裡乃是聖地，靠山宗管轄範圍之內，爾等還不速速退去？是信人間的臣主趙雲辰大人。聖地，哈哈哈！連聖人都沒有的勢力，居然敢稱什麼聖地？也就他們不在這裡，否則我定要讓他嘗嘗我血靈族的厲害。聖地威名，豈是爾等可以侮辱的？血靈族好像在那裡聽說過。我曹居然是這個種族，古籍中提過10萬年前那場導致蒼天之祖脈被打斷的大戰，好像就有他們的身影。這祖脈才剛剛開始復甦，這些家伙就又來了。看來這位只有星輪境的城主大人也不是他們的對手啊！既然如此，那就助他一臂之力好了。呵呵，螻蟻豈敢與天戰？既然如此，那便讓爾等感受到何為絕望吧。什麼？果然是月輪鏡和日輪鏡，這下壞了，無子辰的末日到了。螻蟻兒，怎麼回事？幾位，有人在暗中出手，我們不能。你們也動不了。壞了，這城內有高手坐鎮。該死的，我已經觀察了好幾日，這座城池最強者也不過星輪鏡，怎麼會有比我們強的人存在？難怪我族曾有強者說人族卑鄙無恥，總有人喜歡扮豬吃老虎。卧槽，他們人呢？城主大人，他們被你一群打爆了。不可能，絕對不可能！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星輪鏡，怎麼可能殺得了他們？他們真的死了？城主大人，你這可就沒意思了。明明是大佬，非得裝成和我們一樣的萌新，有意思嗎？你們信我啊？我真的只是星輪鏡。
城主大人，他们对你一群打爆了。圣主大人，你已经暴露实力了，又何必继续隐藏呢？各位，这真的不是我干的，我只是个小小的新轮镜而已。我们明白了，城主大人放心，日后有人问起，我们绝对会说城主大人只有新轮镜的事。最近怎么到处都是邪修？如果偶尔出现1、2个倒也正常，但现在各地都出现，就很不正常了。不管怎样，先摸清这些邪修的底细才行。小师叔，这个是我在外历练时得到的东西，应该对宗门有用。这是准地级大阵。哦，居然是准地级阵盘！我当时只觉得此物内部蕴含烦恼阵纹，没想到等级这么高。既然如此，那你就将此物留着吧，当做护宗大阵也不错。多谢小师叔。对了，还有个东西，这是。此物所散发的气息飘渺而悠远，绝对不是地兵所能比拟。这是传说中的岁月仙殿。仙气？难道世上真的有仙？有没有仙我不知道，但在得到此物时，却得知此乃仙气无疑，而且是由岁月石打造而成的仙气。古来大地无数，却也没有一个寻到仙路。就算现在知道有仙又如何？至少心中有个希望，对不？毕竟长生不老哪有这么容易？希望也是，至少我们确信了有那种东西存在，而不像有的大帝至死都心存疑惑。师兄，你觉得将这个东西用来当我靠山中祖灵怎么样？你想用一件仙器当祖灵？这件东西乃是由岁月石打造而成，延缓寿命的能力要比祖灵强上很多，而且我怀疑这件仙器内可能有传说中的长生仙气，说不定还能助那些躺在棺材中的小老头们更进一步。什么长生仙气？你等我进去看看。哈哈，这真有可能是传说中的仙气啊！那股能量是比灵气等级更高的一种能量，吸一口便有种要羽化飞升的感觉。别，师弟等一下。怎么了？师弟有所不知，咱们靠山宗祖灵这一块分为2个部分，外围的为祖地，深处的为祖灵。祖灵乃是核心中的核心，也是我们靠山宗的终极底蕴，只有修为比较高深的才有资格躺进祖灵。师兄是想我将祖灵那一块融合进仙殿中？没错，为了激励祖地中的那些小家伙们修炼，祖灵才设置了内外区域，而且最关键的是，祖灵中许多底蕴都已经到了寿命的尽头，可如果借助仙殿中的仙气滋养他们的身躯和灵魂，说不定可以延续他们的生命。这么看来，靠山中的水很深啊。我感受到一股无与伦比的灵力在冲刷我的身躯，咦，居然让我的身躯产生了些许活性。不对，这里不是宗灵，难道宗门出现了什么变故？对我靠山宗祖灵动手脚？诸位莫要动怒，宗门无碍。老祖的意思是说，这件古器中蕴含的能量可以滋养身躯和灵魂。没错，这是我那个小师弟在一处禁地发现的古器，可能来自于极其古老的时代，当中确实拥有这种神奇的物质，这一点我想诸位都能感受到的吧？确实有这种神奇能力。那位老祖还活着吗？还没死呢，但也不远了。不过这里的确有一股神奇的能量，居然可以让我已经腐朽的身躯逐渐复苏。看来我靠山宗后辈中有大机缘之人了。小师叔，你这次出去历练的时间可真长啊，我都快等不及的想突破了。当然了，小师叔，我可是去闯禁地了，厉害吧？姓名南小离，体质万古玄灵体，真实修为开脉境82条，表面修为凝灵境9重，本命道兵无，资质仙人之资。造化涅槃丹不愧仙丹之名，果然将他的资质提升到了仙人之资，真是便宜了这小丫头。若是换做别人，说不定就收个徒弟玩玩，但南小离就算太熟了不好下手，要真是收了他为弟子，那我以后恐怕就不得安宁了。小师叔，你果然……闭嘴吧你！就你戏多。想给老祖我暖被窝，我看你是想占我便宜。什么？血窟居然是那个地方？是的，宗主。根据我们调查发现，那些邪修他们修炼的邪恶功法都来自于血窟之中。我操！
血灵族这是要对苍天大陆发动进攻的节奏啊，可为何要弄出邪修呢？这岂不是打草惊蛇吗？还是说他们压根就不将我们这些圣道势力放在眼中？宗主，界窟位于古云州与其他3州的交界处，我们是否要通知一下其他3个圣道宗门？其他3州都没有发现邪修踪迹，恐怕他们未必会出手。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做的。说不定他们还巴不得我们靠山宗消失在这场动乱之中呢。尤其是隔壁的冥河宗。提起冥河宗，南书明就气得一阵牙痒痒。那个宗门天天不想着怎么修炼，就想着如何从古云州弄取更多的领土资源，简直无耻至极。可这毕竟是引发苍天大陆进入荒古时代的罪魁祸首，若是我们不通知他们一声，恐怕到时候又免不了一番口舌。也罢，那就先去通知他们一声，免得到时候又来找茬，烦人的很。随后，南书明又派出几位长老坐镇血窟附近，监视那里的一举一动，绝不能再让任何邪修从那里出来祸乱古云州。与此同时，斗13的修为也达到了突破的时候，一座宝塔出现在他的手中，这是签到获得的另外一件仙器——仙灵塔。来吧，让我看看这个境界的最强者究竟有多强吧。如此强的战力，绝对是幼年时期的大帝无疑，但就不知道是岁月中的哪位大帝。在斗13击败对手的同时，仙灵塔内逐渐凝聚出一道与斗13一模一样的虚幻身影，从此他便成为了这个境界的最强。这个境界最强的居然是混沌魔神体，要不是我有亘古永恒体，无上大帝也伤不了我分毫，想战胜他还真不容易。看来这个世界恐怕不止表面这么简单。是时候找个安静的地方突破了，那就还是选择之前的老地方焚灭火域吧。封灭火域是东神13州与中央天域交界处的一片无尽火山地带，深处的火焰就算是圣境强者也可能会被焚烧致死，但斗13拥有亘古永恒体，并不惧怕那里的火焰。曾经在那里度过几次天劫的他对此很有经验。在他准备出发时，霸三江却找到了他。嘿嘿，小师叔，三江又来麻烦你了。今天我不想动手，不过我倒是给你找了个很好的对手。谁？这靠山宗内还有谁能与我同境界一战？霸三江非常疑惑，作为体修的他战力无双，靠山宗内除了剑无刃、南书明，谁还有资格给他练人？斗13没有说话，下一刻一座高塔从此将霸三江笼罩。这是哪？小师叔，这是什么鬼地方？这是小师叔的虚影，这是一道法相境圆满的烙印，你可以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和它交手，不必隐藏修为，不然你会被揍得很惨。有意思，不过小师叔你可别太小看我，一道虚影而已，看我如何拿捏他。怎么样？那个境界太高，不适合练手。那是什么东西？怎么会那么强？霸三江有些郁闷，在感受到对方散发的法相境修为后，果断也将自己修为压制到了法相境圆满，结果直接被对方一招就给崩飞了出去。最终他不得不爆发出自己全部实力，结果小师叔，那里面的真的是法相境吗？的确是法相境无疑，你也不要对自己产生怀疑，因为那道身影是古往今来在法相境最强者的烙印，你败在对方手中一点都不奇怪。最强者什么意思？就是包括那些所谓的大帝们在内的所有人在法相境这个境界的最强者的烙印，现在你明白了吗？哦，原来如此，居然是这样，那我就输得不冤了。与少年大帝相比，我不积其万一。你也不必妄自菲薄，毕竟那里是无尽岁月以来每个境界的最强者，就算是那些大帝们也无法做的每个境界最强吧。对了，小师叔，5年之后的阴阳地幕之行，你要不要去参加？阴阳地幕？那不是阴阳地宗老祖的墓穴吗？那个势力不是直到现在依旧是中央天域的地道势力之一吗？他们怎么可能会任由其他人进入他们大帝老祖的墓穴之中？小师叔，你不知道，阴阳大帝可是一位心系苍生的无上大帝，更是在作画之际发下大道誓言，凡他的血脉后人，必须每隔3000年开启这片洞天，圣境之下的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凭借自身机缘获取当中宝物。算了，一听就很危险，我还是继续苟着吧。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作死的宗门，宗主南书明本想与其他3宗一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可是冥河宗偏要去招惹靠山宗。当南书明看到被血灵宗打得重伤濒死的传信长老时，终于忍不住叫来了靠山宗的3大宗主，准备直奔血灵族老巢血窟兴师问罪。好你个冥河宗，好你个神明子，不想参与此事直说就罢了，居然将我们派出的长老打成这副模样，简直岂有此理！此仇不报，我南书明枉为靠山宗宗主。可是如果我们强行出手，暴露宗门底蕴不说，还会引起地道势力的注意，这可不符合我宗一贯行事作风。
所以此时我们不能鲁莽行事。大长老有什么主意你就快说出来吧，我们与明和宗的恩怨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时候清算一番了。其实也很简单，面前不是刚好有个血灵族嘛，我们可以尝试借他们敌手，如果血灵族给力，此时一举覆灭明和宗也不是没有可能啊。诸位，我们此行是为探清血窟的虚实，可不是去干假的呀。哼，不要看着我，我很清楚自己要去做什么。好了，废话不多说，我们出发。是3位天主的气息，他们这是要去哪？过去的焚灭火域位于同一个方向，3大天主一起出动，应该是遇到了什么棘手的事情，那就顺路去看看吧。检测到新的签到地点血窟，签到有丰厚奖励。既如此，那我就更要去看看了。这里比以前我来历练时更加恐怖了。来了几条法相镜和10几条道轮镜的大鱼，看样子应该是附近宗门派来的人吧？那就可能是所谓的圣地靠山宗了。要是能蛊惑进来，吸收掉他们的血液，我就能恢复实力，破开这该死的封印大阵了。今日便是本座重见天日之时。果然是血灵族。咦，怎么只有法相镜？那么低的实力可无法实行我们的计划啊！应该不是，要是法相镜，还不至于被封印起来。而且这道封印大阵可不是用来封印法相镜的。如果所料不差，他至少也是圣境修为，现在还没有恢复实力。那怎么办？难道我们还要助他恢复实力？这家伙居然在勾引我们！这不是勾引，是引诱。我们怎么做？为了不吓到他，还是演一波吧。来吧，成为本座的养料吧，这是你们无上的荣耀。可恶，这些人身上居然都带有可以摆脱控制的秘宝，不愧是圣道势力的人。好险，谢谢招惹他的道。好，我的宝贝。一个储物袋而已，你不要命了？你知道什么？那里面可有我留下的几个月华玉髓丹啊！那可是我辛辛苦苦寻找了几10年的材料才炼制而成的呀。你过来呀！这演技不给个小金人真的是可惜了，果然是人老成精了，就连霸三江这样的铁憨憨演起来都丝毫没有违和感。那个储物袋里面真的有月华玉髓丹？那是当然，不只有月华玉髓丹，还有其他材料。如果他恢复到圣境了，你什么时候还准备了那些东西？临时准备的，他不恢复到圣境，怎么代替我们去灭了明后宗呢？我们先回去吧，就算他吸收那些东西，也得需要一段时间，到时候一切按照计划来就行。姓名扶摇，体质无，真实修为法相境5重，元大圣境3重。霸三江那些小家伙们这是要搞事情的节奏啊，但是他们到底想做什么呢？哈哈哈，真的还有丹药，而且数量还不少，品阶也都不低，这可真的是天助本座啊！等以我圣境的修文撕开这里的封印，到时我便去灭掉靠山宗，吸收掉所有修士的血液，恢复大圣境，然后我就隐藏起来，静待祖脉彻底复苏。等我族降临之时，本座便血祭了整个东神13州所有修士，为我族接风洗尘。检测到宿主已到达新的签到地点，是否签到？签到。恭喜宿主获得梦幻天童。梦幻天童，这是什么东西？梦幻天童，诸天最强竞技神童，修炼至大成，一眼所过，诸天万界皆如梦幻泡影。这是一种体质，有些类似于上古中童，但比重童厉害太多了。可是我已经有2个极为恐怖的体质，还要融合这种体质吗？不过既然是诸天最强竞技神童，倒也配得上我的另外2种体质，而且我刚好缺少童术，那就将它融合了吧。至于你的话，就让你多活一段时间好了。我倒是有些好奇，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呢？不仅没有立刻结束对方性命，还给对方恢复用的丹药，这明显要借他的手来干些什么事啊！算了，不管了，先想办法度过雷劫再说。还是熟悉的味道。天火门办事，所有人员禁止入内。天火宗焚灭火域应该不属于任何一个势力吧？什么时候被天火门接管了吗？哼，小子，不该问的别问，赶紧滚吧。呵，也罢。师兄，都这么些天了，掌门师兄到底在找什么？怎么一点音讯都没？师妹，最近这里诞生了一朵神火，只要得到它，对我们天火门的实力有很大提升。原来这些人是在寻找神火，既然遇到了，那就活该你们倒霉。我们历代圣级强者都来这里寻找了不知多少次，也没能寻找到我叫地兵，估计真的是遗落到火域更深处了。
我天火门古籍记载，在古老的时代，我教也曾出现过大地，也曾有地兵镇压底蕴。可是自从某位准的老祖带着地兵来这里寻求长生仙药后，便失去了踪迹。所以，我教地兵9药天火炉绝对遗失在了这里。如果能将其寻到，我教绝对可以重新恢复昔日地道势力，假以时日成为中央天域霸主之一，也不是没有可能。不错，尤其在这个祖脉即将复苏的时代，有一件地兵在手，我等也就有了争霸的底蕴。不过看样子这次恐怕又要无功而返了，那就尽力寻找一朵神火吧，多少也带回去一点收获。好家伙，原以为你们真是为了寻找什么神火，却没想到你们所图更大，而且这里居然有遗失的地兵，嘿嘿，更深处你们去不了，可不代表我也去不了。我操，这可是大地炼制的战甲呀，就算是准地都不可能破掉他的防御，连地兵都能融化，难道这里的火焰可以烧死大地不成？算了，先渡劫吧。这是何妨道友在此渡劫？快走！这雷劫极为恐怖，恐怕是准地劫，一旦将我等卷入其中，必死无疑。熟悉的气息，好像在哪里感受到过。是的，几年前他来过这里渡劫，这才过去几年就又来渡劫了。只是为何能烧死大地的火焰，居然对他起不到任何作用？难道他超越了大地？还没结束呢。万界离太过深厚，启动雷劫根本对他起不到什么作用。毕竟单就坚硬程度而言，万界鼎已经可以媲美地兵了。所以自从发现可以薅上天的羊毛之后，他每次渡劫都会使用这个手段，多少也可以让万界鼎更强一些。如果这样淬炼，将来我若正道成帝，万界鼎恐怕起步就是极道地兵。这人不仅本体无法被这里的火焰烧伤分毫，就连他的道兵都恐怖如斯。不行，我已经在这里待了很多年，一直这么苟着也不是个办法。如果不踏入修炼一道，要不了多久灵智就会被岁月侵蚀而消散。差不多了。乾坤圣地的战地矛，不错不错，不愧是花费了这么大代价淬炼一番，果然比之前更加强大了很多。乾坤圣地是吧？敢偷袭我，等着吧。仙人留步，这里可是焚灭火域第9层啊，就连地级战甲都能融化的地方，怎么会有人出现？难道是什么老不死啊？晚辈拜见仙人，恳请仙人收我为徒。晚辈乃是这里一朵诞生灵智的火焰，经历无尽岁月化形而出，奈何无修炼之法，只能躲在这里保全己身，还请仙人收我为徒啊！诞生了灵智的火焰，莫不是他们口中的神火？姓名：望仙，本体：本天灭仙炎，真实修为：无，本命道兵：无，资质：仙人之资，吸收其他天地奇火可提升。你既没有修行功法，为何又会化形呢？在晚辈刚刚诞生灵智之时，有一位充满怒气的前辈进入了这里，需求延寿长生之法。可惜不仅没有任何收获，反而陨落在了这里的火焰之中。当时那位前辈告诫我，外界太危险，让我不可轻易外出，免得招来祸端。所以自从诞生灵智后，晚辈便一直生存在这里，不曾踏出这里一步。但是晚辈诞生灵智也已经很久了，要是再不修炼，恐怕灵智就会消散。所以特请仙人收我为徒。焚天灭仙炎，光是从名字中都能看得出来，这种仙炎连仙都能灭杀。而且望仙乃仙人之资，一旦踏足修炼一途，就算在这个天地不全的时代，恐怕也能轻易达到准地之境，成为天地霸主。该不会是哪个人族前辈为了不让他踏足修炼界，而故意给他传输了什么技艺吧？你确定要拜我为师？还请前辈收我为徒。也好，看在你态度如此虔诚的份上，我便收下你。这里好像还有一些其他天地奇火，等将来你修炼有成，可以来这里将他们都收走。弟子遵命。焚灭火域也不知存在了多久，里面诞生的宝物也不在少数。只是窦13对他们不感兴趣，他还想急着回去融合梦幻天瞳。随后，窦13便带着望仙离开了这里。注意看，这个宗门平时不显山不露水，但是里面却有着一大堆看起来只有法相近的圣境高手。即便是同为圣境的血灵族，在见到靠山宗的阵势后，也只能乖乖退，却浑然不知已经成了靠山宗达到目的的棋子。出来了，终于出来了，还是外面的空气更清新，不过依旧比不过我们幽冥界香甜。靠山宗本座来了，你们的血液本座就笑纳了。这里怎么会有圣境气息？难道是有强者恰巧路过古云州？算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放靠山宗一马，等风头过了再慢慢收拾他们。你是地下被封印的那个血灵族？不好了，血灵族冲破封印了！哪里走？
修为不高，逃跑的速度倒是快，不过留下了传送阵，我倒要看看你能跑到哪里去。狄长老，你且看好，这就是冥河宗伤你的代价。宗主，那可是血灵族，我们借血灵族之手，会有些欠妥。无妨，无论捅出多大的篓子，那个血灵族的结局都必死无疑。我们只是让他在死之前发挥出最大价值而已。宗主，那个进入传送阵的法相镜是我们宗门长老吗？冥河宗、天剑门、凌霄宗，你们不是不愿意插手血灵族之事吗？那就让血灵族灭掉一个圣地后，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不能像之前那般超人在场。奇怪，这是什么地方？不过也无所谓了，只要不去地道宗门，便没有什么大碍。哼，区区法相镜居然跑得如此之快，我感应到了前方有个宗门，正好就拿你们开刀吧。怎么样？一切都在计划中，那就好。这次就给所有宗门觉醒，一旦血灵族入侵，别以为自己可以独善其身。不知为何，今日修炼总是心不在焉，有些恍惚，仿佛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一样。还是去找老祖推算一番再说。圣境强者，居然有圣境强者降临我冥河宗！不好，那是血灵族！快开启护宗大阵！呵呵，现在开启护宗大阵是不是已经太晚了？天明老祖，立刻开启护宗大阵，并向玄天地宗发出求救信号。老祖，对方身上的气息应该是小圣境，我们的护宗大阵完全可以抵挡住对方，应该不用向玄天地宗求救吧？以防万一，还是开启比较妥当。谁知道这次来了多少血灵族？该死的血灵族，他们的目标不是靠山宗吗？为何会突然对我冥河宗发动攻击？一个执掌圣兵的半步圣境吗？可你终究也没有突破圣境。前辈，我冥河宗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对我们下手？无冤无仇，确实无冤无仇，只是我纯粹的口渴了，想饮你们的血罢了。死了吗？很好，你们彻底激怒了本座，区区小圣境圣兵也敢在我面前肆无忌惮，真以为本座的？哈哈，虽然这些修士修为都不怎么高，但圣在数量比较多，有地道势力圣境强者来了。不过我现在的实力还不想和圣级强者交手，我先溜了。老六啊，一群老六，这也太狠了，借刀杀人，完全不留痕迹。这几个小家伙果然都不是省油的灯。签到。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仙王级魔龙龙珠1颗。仙王级魔龙龙珠，不过魔龙龙珠，龙族早已经在苍天大陆中绝迹，更别提什么龙珠了。至于魔龙，应该也是龙族中的一个分支吧？可这个玩意儿对我好像没用啊。